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查理斯木。昨天美股科技圈彻底炸锅了，AI 芯片之王英伟达最新财报正式出炉，营收利润再次刷新华尔街纪录。市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NVIDIA 能不能一口气冲破$240，再创历史新高？另一边，Meta 昨天正式开启大规模裁员，全球超过10%的员工被优化。查理身边不少湾区的码农朋友也受到影响，但奇怪的是，扎克伯格这次降本增效，为什么已经刺激不了股价了呢？Meta 的问题真的只是裁员就能解决的吗？更关键的是，时间来到5月下旬，美股在连续暴涨之后，市场的风险信号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标普和纳指会不会在今年夏天迎来一波真正的大回调？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聊聊英伟达财报、Meta 裁员、INTU 单日暴跌20%，以及美股下一阶段最大的机会和风险。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英伟达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新鲜出炉，和往常一样，辉达在每条重要指标上都全面超越了华尔街的预期。EPS 每股收益$1.87，高出分析师预测的$1.77，营收高达816.2亿，高于市场预期的789.8亿，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85%。更关键的是，NVIDIA 保持了高达75%的调整后毛利率，显示出其极强的定价权。作为 AI 故事的绝对核心，辉达的数据中心营收贡献了$752亿，同比增长92%。其中，数据中心计算业务达到了$604亿，而负责多芯片互联的 AI 网络架构业务则暴增199%至$148亿。而市场最大的惊喜在于，英伟达给出的第二季度营收指引达到$910亿，轻松超过了华尔街给到的$860亿至$870亿的平均预期。这里面还没有包含任何中国数据中心相关的收入。NVIDIA 同时还宣布将季度股息从每股$0.01暴涨至$0.25，涨幅高达25倍。董事会同时批准额外$800亿股票回购授权，叠加此前剩余的$385亿。英伟达在 Q1 单季度对股东返还资本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00亿，比苹果公司还厉害。黄仁勋确认，下一代芯片 Vera Rubin 架构将于今年第3季度开始量产出货。与 Blackwell 芯片相比 ，Vera Rubin 可以提供高达35倍的推理吞吐量，以及高达10倍的 AI 工厂营收。黄仁勋还表示，在整个 Vera Rubin 生产周期内都将面临供应瓶颈，因为需求远远超过了产能。财报发布之后，NVIDIA 股价盘后基本没有波动，趴在$224附近不动。这其实完全符合历史规律。在过去17次财报后，NVIDIA 当日平均涨幅仅为2.4%，中位数几乎为零。而财报后1周之内有10次出现下跌，中位数跌幅3.5%。原因也很简单，市场预期早就拉满。财报前 Polymarket 预测 NVIDIA 财报超预期概率高达94.3%，数据中心营收超过$700亿的概率达到了96.7%。好结果早已经被市场定价。Wedbush 的 Dan Ives 喊话说 "Stay long and strong"， 持有不动英伟达，并且强调 AI 资本支出超级周期仍在加速。分析师共识12个月 NVIDIA 的目标价集中在$272到$276区间，日当前价格仍有高达22%的上涨空间，没有看跌的理由。其实因为英伟达市值已经高达5.41万亿美元，它受美股大盘的宏观环境影响，才可能是 NVIDIA 股价回撤的主要原因，和英伟达公司的业务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CI 系统对 NVIDIA 股票给出的依然是绿色的买入信号。那如果接下来大盘有回撤，英伟达股价能够回踩$207甚至$200，对于想买半导体的投资朋友依然是非常不错的上车机会。现阶段就继续坐稳符号，拿着辉达等新高，是最明智且稳妥的做法。放眼望去，在已经被炒到天上的芯片股中，也只有英伟达再加上台积电算是泡沫基本没有，护城河又很深的2大基石股票，值得朋友们长期持有。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目前也依然稳健持有 NVIDIA 的股票，它是我的第5大持仓。如果接下来几个月
英伟达随着大盘回调而进一步下跌，我还会再考虑增加它的仓位，依然非常看好股王的发展。可能只有等到本轮 AI 大牛市彻底结束，英伟达的神话故事才会告一段落，但那大概率需要等到2027年以后了，且买且珍惜啊！好，聊完了火力全开的芯片巨头英伟达，我们来看看最近深陷争议的通讯巨头 Meta。可以看到，和辉达截然相反，Meta 的股票在过去一年表现不佳，居然不涨反跌了5%，在美股七巨头中名列倒数第二。对，就比微软的情况稍微好了那么一点儿。5月20日，Meta 正式开始全球大裁员，涉及约8000名员工，占了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10%，规模相当的大。在首席人力资源官珍妮尔·盖尔流出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Meta 指示其北美员工今天居家办公，解雇邮件从加州时间周三凌晨4点开始分批发出。查理在湾区工作的马龙朋友们有很多就被影响到了，相当的残酷啊！受到影响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工程、产品开发、内容审核和客户支持部门。此外，Meta 还冻结了6000个开放招聘的职位。然而，我们都知道，Meta 这次裁员不是因为企业不赚钱了，恰恰相反，公司第一季度的净利润高达26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0%。然而，扎克伯格主导的对 AI 基础设施的疯狂投资，使得 Meta 在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算激增，达到了1250亿至1450亿美元。虽然比不上云服务御三家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动辄1900亿到2000亿美元的 AI 支出，但毕竟 Meta 没有公有云服务，市场就担心如此庞大的 AI 烧钱没有尽头，而公司的自由现金流短期之内也将被大幅压缩。为了省下资金买英伟达、AMD 的 GPU 扩建数据中心，Meta 就不得不从削减人力开支方面入手。与此同时，Meta 还将留任的7000名员工重新分配到4个新成立的原生 AI 组织中。这些平行组织将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和小团队模式运营，追求短平快的高效率。毫无疑问，尽管华尔街对 Meta 运营成本的降低表示赞赏，但公司内部的员工士气已经降至历史冰点。毕竟，工作不稳定是非常打击打工人干活积极性的。Meta 前几周还在美国员工办公的工作电脑上强制安装了一款名为模型能力计划的 MCI 追踪软件。这个工具会记录键盘敲击、鼠标点击和屏幕活动，并且把数据传输给 Meta 的 AI 智能体做训练。已经有超过1000名员工签署了请愿书，要求扎克伯格停止该项目，担心这将演变成员工监视系统，用 AI 做监工管理人类员工。为了安抚员工焦虑的情绪，扎克伯格在5月20日发出了一份新的备忘录，表示 Meta 预计今年不会再进行公司层面的大裁员。当然，小规模的裁员肯定还会有，就像其他公司一直在做的那样，用 AI 代替人力，把财报数据做得尽量好看些，讨好华尔街，以此提振公司股价。至于打工人的未来，他们才不在意呢。然而，虽然 Meta 在2023年通过 Year of Efficiency 效率年的裁员口号，获得了华尔街的青睐，股价涨得飞起。但是到了2026年，Meta 在故技重施，效果就相当有限。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还得从 Meta 的估值中去找。可以看到，现在604美元的位置，Meta 的 PE 本益比其实是相当低的，只有22倍。它的前瞻 PE 也只有22.2，在七巨头中也是最低的。然而，Meta 的 PEG，也就是 PE 对 EPS 增速的比值，却还是偏高，达到了2.5，要高于谷歌的0.9、微软1.1的 PEG。更关键的是，由于资本支出过大，Meta 的自由现金流在2026到2027年依旧维持紧缩的状态，这导致它的股价对自由现金流的比例高达170倍。也难怪华尔街最近不咋待见 Meta，投资人需要看到 AI 变现战略像谷歌那样清晰才行，不然只是靠画大饼，市场就不买账了。当然，从2年以上的长期角度来看，Meta 的远期 EPS 增速依然能够维持在20%以上。截止到5月中旬，有高达96%的分析师给 Meta 买入的评级，平均目标价达到了819美元，比市场价格高出接近40%。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Meta 自4月财报后下跌了10%，之后一直处在低位震荡的状态。
由于现在它的股价回落到了$605，处在20日、50日、100日和200日均线的下方，有点被均线压制的味道。那么，对于 Meta 的股票，我们散户投资者现在应该逢低抄底买入，还是继续观望呢？CI 投资系统对 Meta 的保守 DCF 估值给出的合理市场价在$615每股，说明现在 Meta 股价暂时确实是被市场小幅低估的。那如果您已经买入了 Meta，现在继续持有是合理的选择，等待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在2028年以后能够大幅增长，届时 Meta 股票肯定能够提前复苏，走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您也可以获得2年40%的收益，相当不错。那如果您还没有买入 Meta，现在可以考虑建一个底仓，但是别把仓位打满，可以预留70%的现金，在更低的位置抄底 Meta。从目前的趋势来看，Meta 的股价回踩580到590美元的强支撑是非常有机会的。届时，如果它能够在590美元附近止跌，咱再把剩下的仓位加上去，是更稳妥的选择。查理认为，使用 Meta APP 的用户增速放缓，其实是真实的担忧，但是它的广告收入增长依旧强劲，未来还是有很强的赚钱能力的。如果 Meta 能够通过自研的 Muse 系列 AI 大模型抢占 OpenAI Gemini 的市场份额，那么 Meta 股价也可能加速反弹。就看 Alexandre Wang 领导的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做出来的大模型到底行不行了。我的投资组合虽然目前没有重仓 Meta，但是依然留了个3%仓位的 Meta 股票，拿着做一个底仓持有。如果接下来几个月它的基本面有新的变化，或者股价有剧烈波动，查理也会在第一时间给朋友们带来更新，请大家保持关注。个人还是对 Meta 反弹持乐观的态度，届时如果有机会，查理还会再考虑右侧买入 Meta。好，聊完了通讯巨头，我们来看看比它还惨10倍的报税财务软件公司 Intuit，大名鼎鼎的 INTU。在昨天公司发布最新财报数据之后，INTU 股价今天居然暴跌了20%。在过去1年的时间，它已经从$659一路崩到了现在的$306，市值雪崩了53%。查理有不少投资软件股的朋友，在 INTU 这一只股票上是损失最重的。可能和 Adobe 的情况有点像。那你一定认为它的财报数据很差吧？其实啊，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在最新的季度报告中，INTU 依然交出了强劲的答卷。在小企业生态系统 QuickBooks 激增21%的业务推动下，公司总营收增长17%，达到了47亿美元，利润率依然非常扎实，保持在21%到23%左右。那股价为何又崩了呢？这是因为 INTU 在公司布业绩的同时，宣布裁减高达17%的全职员工人数，这引发市场对公司前景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公司还下调了王牌报税软件 TurboTax 的营收指引，从此前的53.1亿美元下调至52.8亿美元。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 Intuit 的长期护城河。多年来，TurboTax 的优势在于作为用户处理复杂财税事务的贴心向导。但一旦 AI 能够随时解释扣税项目分类支出、准备申报答案，这一引导式软件的竞争优势便岌岌可危。当然，华尔街分析师追涨杀跌的尿性也火上浇油了一把。BMO Capital 今天就把 INTU 的目标价从$810下调至$624，这直接触发了量化算法和机构的大规模抛售。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INTU 确实是跌破位了。股价接近2020年7月的价格，比去年8月的历史高点$785，虽然足足低了60%，它的20日、50日、100日和200日均线也都是呈现扭头向下的趋势，空头排列，表明在接下来几个月，INTU 很可能在低位震荡摸底部，它的长线反转周期要比 IGV、Oracle 等软件投资标的更加漫长，尤其是今天 INTU 的成交量接近日均成交量的6倍。显示出恐慌情绪还没有完全释放。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SP Global 汇总的34位分析师给予 INTU 强烈买入的一致评级，12个月平均目标价约$592，较当前价格隐含了高达90%的上行空间。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 Keith Weiss 指出，以长期盈利增长潜力衡量 ，INTU 当前估值极具吸引力。查理认为，如果您已经持有 INTU 的股票，现在
恐慌性割肉卖出其实不明智，相当于割肉在地板。如果你有几年的时间做长期价值投资，那么在$300甚至更低的价格少量买入 INTU，做一个均值回归，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市场目前对 AI 的恐慌在短期内显然被夸大了。想要完全取代 QuickBooks 或者 TurboTax 软件，不仅仅需要一个会聊天的 AI，它还需要极其复杂的合规性、银行系统接入以及税务法律责任的担保。企业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些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个单纯的 AI 模型。而在如今估值大幅收缩的情况下，你实际上是在以极高的折扣买入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垄断者。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您想降低 INDU 的仓位，也最好再耐心等1-2个月的时间，等到 INTU 的股价反弹到$390以上，再考虑要不要减仓。个人还是觉得 INTU 现在绝对是被低估了，大家也别被机构的恐慌性抛盘给吓着，乱了方寸可不好。大家想一想，去年的联合健康 UNH 不也是从$600暴跌到$230，磨了一年的底部，现在不也回到了$400吗？INTU 虽然估值很难再回到$800的前高，但是反弹到450甚至$500以上，应该来说还是很有机会的，只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已。好，聊完了个股，我们最后回到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的情况，可以看到市场目前还是维持贪婪的情绪，牛市追高的氛围也很强烈。标普今天收在7445点，距离新高7517点也只有不到1%的差距。然而，朋友们需要注意的是，5月份标普的席勒市盈率已经飙升到了41.6倍左右，这是美国股市140年历史上的第二高水平，仅次于1999年12月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最高点44.2倍。极高的市盈率往往预示着未来长期的实际回报率将承压。目前，股市虽然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 AI 投资支撑，但是地缘政治带来的通胀复苏正在让高估值变得摇摇欲坠。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美联储的点阵图，会发现市场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悄然逼近40%，而现在投资者还沉浸在追逐 AI 硬件的狂热中，没有理会美元开始走强、流动性危机带来的危险。还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在于，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已经走马上任，市场还没有通过下跌回调来测试新主席对经济、股市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回看历史，会发现，不管是鲍威尔、耶伦还是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标普500在接下来3个月都有4%以上的跌幅。平均来看，标普在新主席就职后的3个月内，居然平均跌幅高达12%。因此，查理认为，现在我们最好趁着市场情绪贪婪、通胀风险并未完全计价的时候，就主动逢高止盈部分仓位，在下跌之前做好避险的配置。是非常聪明的选择。现在再加杠杆，激进做多股市，绝对会面临风险巨大而收益较小的尴尬处境，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哦。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5月21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保持不变。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比重维持在75%，把超短债的比例提高到15%，剩下10%的仓位可以分配给黄金和比特币 ETF 做通胀的对冲。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科技指数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雅培、DHR 和嘉信理财。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情况，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天，我们的账户还是维持非常稳定的格局，总价值在96.5万美元附近。这几天，查理和 CI 会员朋友们依然在做一些高位止盈的操作，锁定超额收益的同时，为接下来美股可能面临的震荡回调做准备。目前，超短债 BUXX 的持仓已经超越了 XAR。成为了我的投资组合中的第二大持仓，仅次于微软。我在这里把之前的超短债 USFR 换成了现在的 BUXX，主要是出于税务方面的考量，实际效果都是起到避险的作用。截止到今天，涨得最好的投资分别是量子计算 ETF QQM、罗素1000科技指数 IYW、
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以及亚马逊都有超过18%的利润，而表现相对弱势的是黄金 ETF IAUM 以及 Circle 的股票都略有亏损。现在我们的投资组合还是保持着平衡的状态，依然在牛市中稳健持有，但同时警惕市场出现由牛转熊的信号。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全部信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频道或者 Patreon 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姆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 YouTube 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认为英伟达还能创高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操盘愉快，下期节目再见。